好，我是车布，欢迎来到球队秋季操盘评比的系列影片。那本系列影片和以往不同，由于并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制因素，因此比起原定计划在7月底前完结，还倒不好好详细的讨论该球队的每一个操作环节，或许比较符合我原本出影片的目的。何况这次的自由市场又可以说是近几年以来最多球队值得一讲一次了。因此今年的球队操盘评比的系列影片，我将不再依循过去曾提过以6大分组依序出片，而是全数打掉且不按照分组不按照分区来讨论，并依照球队的操作多寡来决定是否单独出片，或者假设当这些球队可能补强方向或是结局类似的球队呢，我就会摆在一起讨论之类的。当然在内容方面依然还是会处理到该球队在今年夏天的所有操盘，最后再按照惯例来简单分析一下该球队日后的走向。那考虑到有些球队的补强动作还尚未完全结束，本支影片将会先从大西洋组的多伦多暴龙开始谈起。那毕竟我们也知道这个分组除了7人之外，几乎不太会有签约动作，因为球员名单也满了嘛。当然这一次撇除掉交易这个选项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操作管道实在是最难预测的嘛。而暴龙在公司失去夸联的这件事情上就有不少东西可以聊了。那另外想和各位说明一个事情，本期的影片的评分方面并不是以全体的球队来作为标准，因为事实上当我们在评价球队操盘的时候呢，本来就不应该用所谓统一的标准去审视，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嘛，每支球队都有各自需要面对的困扰和状态，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球队的标准在。因此在本系列的影片当中，我对于每支球队的评分都是针对各自处境所克制出来的标准。当然虽然说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错，但是毕竟操盘者是人，所以依然还是会有人的智商该有的底线存在就是了。好了，这个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自从夸联确定前往快艇之后，几乎各大的媒体都替暴龙在今年夏天的操作打上了不及格的分数。但要我说的话呢，我倒是觉得暴龙的表现已经很好了。我想今年自由市场的趋势应该蛮明显的是偏向了球员而非球队。那毕竟我们也知道这种等级的球员就只有这一些，然而有薪资空间、有签约意愿的球队在数量上又是较多一方，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呢，主导权自然也落在了球员手上。当然这里泛指的自然就是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明星球员，而作为总冠军系列在 MVP 的男人夸联当然就是属于这种人。虽然说身为母队的暴龙在合约长度和金额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然而在当初交易的目的夺得队史第一冠已经达成，原有的诱因也难不再具备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再加上比起优渥的合约长度和金钱，球队的整体未来性和制服组在近几年以来成为球员的主要考量。而暴龙的主力球员除了 Pascal Siakam 之外都已经过了巅峰期，甚至进入了衰退期，更别提暴龙队所身处的地理位置在自由市场上同样也是不利的环节。因此我相信对于暴龙来说，Kawhi的离去本身就是可预见的未来。况且当我们重新回顾过往盘南Kawhi的交易案，暴龙送走是一名2年后合约即将到期的明星得分摇摆人，实力介于板凳和先发，而且同样也是在2年后要烦恼续约的常人，和一张选秀小年而且已兑现成新秀 Keldon Johnson 的首轮签。就算加上了季中为了冲击总冠军而发动的 Marc Gasol 交易案，暴龙也不过送出了3名球员和一张2轮签，而这3名的球员有2名在今年夏天成为了自由身。换言之，从操作角度来看的话，也不过只是把烦恼丢给别人罢了。也就是说呢，暴龙在交易来夸联以及之后的补强上，并没有动摇到太多球队的未来资产，甚至是选秀签。因此在这个时候要看的就是有没有达成当初发动交易的目的。而多伦多暴龙的确也顺利夺得了冠军，所以我认为既然目标已经达到了，能不能继续留住夸联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有当然是最好，当然是锦上添花，但没有的话呢，祝他好运就好。毕竟我在之前的直播也曾经讲过了，对我来说呢，夸联在暴龙和快艇之间的选择就是选择现在或者是选择未来。那至于湖人的话就有勇气吗？然后结果我们也知道他选择代表未来的快艇，虽然说实际上也还是要凭这2年没有错，但至少这个阵容来看应该都还在巅峰期嘛。在Kawhi确定前往洛杉矶之后呢，Danny Green 也跟着离开，并最终以2年30 million 加盟湖人。暴龙先用了3年4.2 million 签下来自欧陆年轻射手 Matt Thomas， 然后再以2年8 million 的合约留下了受限自由球员 Patrick McCaw， 不仅维持2号位轮替深度和夺冠的灵气，同时也因为都是复数年的合约，未来还有机会另外变卖成其他的资产。那前者 Matt Thomas 其实是2017年的入选秀，打完了夏季联赛之后决定到西班牙联赛讨生活，球风属于标准的射手型，欧陆2年的3分命中率平均为 47.2%， 不过他算是能够下球后再做动作再投射的类型，只是只有64寸的身高和平庸的体能限缩他的防守能力和整体的发展，加上依旧需要时间来适应 NBA 的强度，估计应该还是会有后者的 Patrick McCaw 担任板凳2号位。那至于先发的话，自然就是Norman Powell了。接着暴龙分别用2年7.42 million和1年底薪延揽了2名年轻前锋 Stanley Johnson 和 Ron
Rondé Hollis Jefferson 怎么他妈名字那么长？这两位的球员不仅都能够兼任30号位的前锋，防守端都有一定的水准，而且都还有些许潜力可以挖掘和兑现。好吧 ，Stanley Johnson 恐怕真的是有点难救哦。这几年以来几乎是什么都给他了，进攻端就是练不起来。虽然说上季来到替补后的左边中段三分都来到了生涯新高，但有鉴于这个期间的上场时间实在是不多，因此很难纳入所谓的参考范围。讲真的，如果他的投篮姿势能够去掉拉近头顶的那一拍，理当能够提升稳定度和命中率。事实上，他真正顺畅的投篮姿势反而是翻身跳投。当然，以现阶段来说，他的持球能力可能是目前暴龙的小前锋当中最好的。而且虽然进步幅度实在是不大，但确实可以看得出来在运球上是有进步的。至少单从心态来说是没有太多问题。何况他的体能天赋就是摆在那边，年纪也才23岁而已。而另外一名前锋 Rondé Hollis Jefferson， 但他名字真是有够长，同样也还有些许可能性。他在2017-18赛季曾经一度缴出相当优秀的成绩，场均13.9分、6.8篮板、2.5助攻、1超级和 0.7火锅。只可惜在2018-19赛季因为受伤加上了定位问题，最终跌出了轮替名单，直到季后赛才以小球5号上场。Jefferson 的问题虽然同样也是外线平弱，而且比起出手频繁的 Stanley Johnson，Jefferson 连3分出手意愿都相当的低落。否则以整体的进攻把握度而言，他其实比起 Stanley Johnson 好很多。至少光是以中距离来看好了 ，Rondé Hollis Jefferson 在2017-18赛季的时候呢，距离篮筐10到16尺和16尺以外到3分线内这两个区间当中，其实分别能够缴出命中率47.78%和44%的好成绩。这可是 Stanley Johnson 生涯从未达到的命中率和把握度，更别提了 Jefferson 在传导视野和制造犯规能力上，其实是长时间被许多人低估的优秀。然而以现代篮球角度来看的话，外线能力已经是相当重要一环。尽管在中距离的表现上呢 ，Jefferson 确实是比较好的一方，但是拉到了3分线之外，他的命中率未曾超过30%。对比67寸的身高来说，长达71寸的过长臂展，导致他在投篮姿势上呢，不仅有投球准备时间过长的困扰，稳定度的部分同样也是很大的问题，可能会需要重新调整投篮姿势，才有可能继续待在 NBA 打球。毕竟就连有相同困扰的阿米努，在命中率和身材上都还比 Jefferson 还好，矮他2寸的 Jefferson 势必要寻找方式来提升外线能力。而向来养成著名的多伦多暴龙，有没有可能把这两名曾经备受期待的天赋养出来，或者正确来说是重新修正回来呢？着实令人好奇。那至于定位的部分的话 ，Rondé Hollis Jefferson 估计会是无球接应为主，而以他的防守能力、臂展乃至于篮板能力等等，应该会是替补4号位。而 Stanley Johnson 可能就比较尴尬一点，打2号位速度太慢，打4号位也有身高和臂展问题，估计应该会是打前锋 OG Anunoby 的替补位置。而这两笔的补强以开福袋的角度来说，真的相当的不错了。那随后透过夏季联赛观察之下呢，暴龙又以2年和3年底薪的合约价码签下了落选秀 Terrence Davis 和今年2轮选来的常人 Devon Hernandez， 以填补阵容当中较为缺乏的潜力和年轻的球员。加上后续2年底薪签下控卫 Cameron Payne 作为第3控卫之后，也几乎确定了暴龙在今年夏天的操盘正式告个段落。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暂时告个段落。我相信现在的暴龙即使失去了 Devin Green 和 Kawhi Leonard， 依靠 Pascal Siakam 等原有的战力和新签的球员，暴龙理论上应该还是有东区前6的实力。毕竟在签发的阵容上，暴龙预计会由 OG Anunoby 顶替 Kawhi Leonard 的空缺。板凳方面呢 ，VanVleet 依旧是第1替补控球，而 Patrick McCaw、Stanley Johnson 将会出任替补2、3号位。新签的 Jefferson 和伊巴卡则将会成为替补4、5号位的板凳主力。就算上述提到的这些主要轮替出现伤病潮的时候，毕竟会从发展联盟905队开始练起的3名年轻球员 Terrence Davis、Devon Hernandez 和新签的射手 Matt Thomas， 甚至是预计会加入正式名单的 Chris Boucher 和 Cameron Payne， 都还有能力可以暂时补上战力的缺口。尽管进攻端少了 Kawhi Leonard 肯定会有不少差距，但至少防守端理当不会下跌太多，而且在整体的轮替深度也还算足够。然而他们在明年夏天即将面对众多主力合约到期的困扰，从后场的 Kyle Lowry、VanVleet 到长人群的 Gasol、伊巴卡等等，连新科的最佳进步奖得主的 Siakam 也将成为受限自由球员。考虑到总管有 Jury 向来都是典型且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我认为比起努力拼这一年卫冕总冠军，季中多数这些合约即将到期而且有极高战力的资深球员，才是暴龙在接下来最有可能的走向。这样也能解释为何比起积极填补及战力，暴龙在休季期间的操作大多数都是以天赋、潜力和福袋取向。当然，较为紧缩的薪资空间确实也是原因之一。然而，他们的主力阵容年纪偏大，甚至已经进入了衰退期，后面又没有足够的年轻战力可以衔接等等，俨然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不太可能会出现暴龙在新赛季直接推倒重建，但是估计他们在新赛季的动向会是非常值得观察看点。毕竟在今年夏天又一次的版图更动之后呢 ，NBA 正式进入了暌违已久的战国时代。估计明年的交易大限可能还会比今年更加精彩呢。总体评价 B 加，主要是因为以结果论而言，没有留下Kawhi Leonard就是没有达到 A 的分数，但至少在后续补强上几乎可以说是做到最好了。
相信有追踪我的脸书粉专或者是 IG 的话，肯定也知道，最后会选择打掉原先的每个分组一支影片的计划，就是因为暴龙这个部分实在是写太多了。那下支影片将会讨论费城七六人队，目前还不太确定是单纯讲七六人，亦或是让篮网、尼克、塞尔迪克一同讨论。那目前最有可能的做法是把塞尔迪克和七六人和公鹿摆在一起，然后尼克和篮网另外开一支影片讨论吧。当然这些都还是有可能变数就是啦，例如说可能七六人单独出一片之类的。好，那影片差不多告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怕错过我直播和新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钮，就不会错过了。想要看到更多及时的资讯看法呢，欢迎到FB 粉专或者是 IG 上逛逛。我是车布，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